这里就是凡尔赛宫了啊！看到这个地方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皇帝喜欢这里啊，这里清静多了，相对这个巴黎来讲，它要清静多了。这边还在维修啊，这个样子。而且这边的气温相对巴黎来说也凉快一些。现在去参观对面的这个镜廊和大套房。这是一个通往路易14房间的一个雕刻作品。看他们介绍呢，第二个人物上面倒数第二个人物是路易14啊，这些人在这里这什么个意思啊？不太清楚。一共雕刻了11个人物。这是路易14的油画啊，画像。他又叫太阳王。那么到了路易16就被砍头了啊。路易14，这个就应该是他的房间了。啊，人还是那么多。路易14当时从卢浮宫带来了很多这个绘画的作品，放在了凡尔赛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老凡尔赛了，就是形容一个人装叉叫凡尔赛啊。我今天是真的到凡尔赛了。虽然是他的房间，但是看不到什么他的生活的痕迹了，全是画。每一个房间的墙壁的颜色都不一样啊，因为他用的这个墙布都不一样。触感是这个绒布的啊，绒布的这种墙布，每一个房间颜色都不同，但是花纹是差不多的。天花部分也没有过多的装饰。可以看出来，以前呢，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吊灯的啊，但吊灯看不见了，全是画了啊。这绘画没有研究的人，估计他也看不明白，包括我啊。走马观花看一看。这是一个大理石的厅，有这个石雕的装饰了。啊，正中间就是吊灯啊，这个有个吊灯垂下来，这个高度并不高啊，因为大家要经常的换这个蜡烛嘛，因为过去是蜡烛，太高了蜡烛就不好换了。这个墙上那个标志是法国王室专用的这个百合花，这个是罗马柱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是皇家的礼拜堂，是一个2层的一个建筑，有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天花板上的绘画吧。它这个绘画是依据巴黎市的一个教堂，应该讲是基本上是复刻的。这是一个壁炉，看看这个壁炉烧的是什么啊？不是柴火了，不能说是柴火，直接烧树干啊。这里是18世纪的一个舞厅 ballroom 啊，舞厅，装饰的很棒啊。它的这个天花板上有一个巨幅的一个油画，看见没有？很大一幅。
然后这边墙上呢也画了一幅，应该也是一幅很有名的画了。感觉也像是《最后的晚餐》的感觉啊。最后的晚餐有很多幅啊，不同的画家画的，不光光是达芬奇那个最有名的，也有很多别的画家画过《最后的晚餐》。但我不知道，不敢肯定这是不是《最后的晚餐》。这是路易14的一个房间啊，是用来他打台球，那个时候就有台球了啊，台球和跳舞的地方，舞厅。墙壁主要是大理石装饰，天花板吧，当然是油画了，当然是油画啦。再往里走是一个比较大的房间，这是法文了，没有写英文啊，我只能大概其意思意思。DE 就是英文 of，Mas 就是战神啊 ，Salon 就是房间吧，不是咱们说的那个沙龙啊，应该是战神房间啊，战神房间。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？可能是他守卫住的地方啊。对面墙上这么一个巨幅的画是玛丽啊，皇后的。那它的装饰也是跟战争有关的啊。这个当然是这中间这个当然是太阳王了啊。但它的这个整个的装饰也都是跟战斗有关。水晶吊灯很漂亮，2个水晶吊灯，中间也是一幅大的油画啊，天花板上人太多了。这间房间被红色的窗帘厚厚的挡住了，所以它有泛着红光，一看就是它的卧室了。过了它的守卫室或它的战神房间就是这个卧室了。这个床好高啊，怎么上去？这么高的一个床上去可不容易啊，要有踏步才行啊。装饰的还是很华丽，它是没有用冰冷的大理石啊，是用的是这个墙布，因为墙布可能更温馨一些啊，更温暖一些，因为大理石还是有一点冷冰冰的感觉，对吧？然后天花板上就是壁画了。两边是他的这个路易14的画像和他的皇后的画像。皇帝的房就这样喽。然后这个吊灯也漂亮。刚才的卧室叫水星房间啊，水星室。那么这个过来以后呢，是这个阿波罗房间。装饰都风格都差不多了。应该这个位置以前看到这个规制来看的话，这个应该放一个 throne， 也就是放一个王座的位置。因为它的王座可能原件毁坏了或者是挪走了。后面是象征王权的百合花，还有王冠这些东西。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上一任国王的卧室，后来被改为路易14的王座房间啊，王座的专门的房间，用来
也用来接待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客人。从路易十四的房间出来，可以看到一个角度，可以俯瞰花园的一个俯视角度。一会儿下去以后就肯定看不到这个角度。前面有一个喷泉，是音乐喷泉吧，应该是。这里就是凡尔赛宫最有名的一个厅，叫镜廊，它有480多片玻璃镜子组成，是法国王室的珍宝啊！的的确确啊，每个到这里来的人一进这个房间都会叫一句：“哦，天哪，哈哈，太漂亮了啊！”除了这些水晶灯以外，还有这些装饰啊，天花板上的装饰、油画啊，尤其是这些镜面啊，镜面。最绝的是什么呢？与这些镜面相对称的是玻璃门窗，透过这个玻璃门窗呢，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花园的景象。这是玻璃喷泉，再往前走就是整个一个大花园啊，这个可想而知这个感觉是多好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过去法国王室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，所以也是一个门面，所以必须要修的气派、豪华、美丽、壮观。可想而知，当年在这个地方来觐见法国国王的人的内心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啊？肯定是觉得一种，是吧？很敬佩的一种心态来觐见法国的国王，这也是法国国王想要的一种效果。这边是玻璃窗可以透过去，那么这边的镜子呢，就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景色的效果，把景色接着通过镜子再收到房间里来。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件珍宝啊，一件珍宝，也是凡尔赛宫的镇宫之宝。再看一下，人太多了。我们看天花部分，这边是镜子部分，可以看到自己。啊，真棒！在与国王的卧室相对称的这一边啊，还有一个卧室，这应该是王后的吧？可以看见那边还有这个梳妆的首饰台之类的，首饰柜也是这么高啊，踩着上去的。这个花纹装饰的就比较清新亮丽一些了啊，明显的女性化。玛丽皇后的。这里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楼梯啊，楼梯 staircase。你看这些都是大理石做的，大理石的。那么这里曾经是凡尔赛最繁忙的楼梯间了啊，因为这个地方通向国王的这个卧室。但装饰嘛，主要是大理石装饰啊，没有它那种，你看像这个天花是没有装饰，只是大理石。在这个厅都画的是拿破仑的壁画，其中这一幅在卢浮宫里也有收藏，就是拿破仑给他的王后加冕。那么中间呢，这有一个柱子，这个柱子呢是就为了纪念拿破仑的一次胜利吧，一个战役的胜利。所以说这个厅应该说是拿破仑厅啊，金碧辉煌。
哦，这个大厅漂亮，两边全是油画。大部分都是拿破仑的，这采光也很好，超大一个厅，超大的一个厅。这两边的这些雕像，都是一些元帅呀，这些立过战功的人。全是跟战争有关的画面，这些油画都是很大幅的这种。上面写着纪年啊，1712年、1745年、1710年啊，历史上法国的一些著名的战斗吧。还有更早的啊，有的时候并不都是拿破仑时期的。刚才那个里面那个厅是拿破仑时期的比较多。注意一下那个简写啊，那个它是字母是有简写是含义的，一般都是皇帝的简写。1677年的。从这边过来看，这边还有一个这花园了啊 ，garden， 凡尔赛宫 garden。整个凡尔宫室内的参观路线都是单行线，是不允许你乱窜的。它有一个单行的一个路线啊，也挺好的。两边都是著名的法国人物了啊，具体是谁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看，也没那时间，也没有那兴趣。反正大概去看看这个，主要是看看这个宫殿的这个装潢啊，这些油画这些东西。至于历史的话，咱们作为中国人来讲，对吧？也不用了解那么清楚。哦，好，进来了啊！这里是凡尔赛宫的花园区，也是要另外买票的啊。好在我老婆给我买了套票啊，省事儿。跟中国的园林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这边是这个样子，进去看一看吧。视野很好啊，一眼望过去看见天际线，但是也有隐私的保护，因为这些树给它一定的遮挡射线的作用。这些都是砂石路面，那我们过去都是走马车的。两边的这些花草都经过精心的修剪，笔直的。一会儿下去看一看吧，有点远啊，不太想走。先去喷泉那边吧。这个地方就是刚才的那个镜廊啊，最漂亮的一个厅。透过这个玻璃，就可以看到这边的中心花园，也就是现在人比较多的地方。这是一条中轴线啊，刚才看的只是侧面的小花园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花园。你看中间这个，包括这个水面啊，也是
挺常规，范围挺大的。应该是还在等这个音乐喷泉秀吧，我估计是整点开始。现在是法国时间的12点50，估计还有10分钟就会开始这个音乐喷泉秀。OK， 我也在这里等一下吧。我都走到这个湖边了，我也没看见喷泉秀啊，无所谓了啊。国内的喷泉秀有很多，大的小的音乐喷泉哪都有，好像各个城市都有。这里走到这边了，现在往回看凡尔赛宫啊，我还得走回去啊，因为我看上了一个杯子。这个地方来了嘛，要买一个纪念品回去。看见一个法国王室的标志的百合花的杯子，挺好的，买回正好喝气泡水。我买了一个气泡水机，自己用来自己做气泡水，很过瘾。不过这边没有卖的，这边只有蜜蜂花纹的，是拿破仑的标志。那边才有这个百合花的，还便宜2欧。现在准备原路返回。旁边这些小径可以在炎热的季节里面提供一些阴凉。如果你不想走在那么大的正道上的话，旁边这些小路是个好选择。这个小路也是4通8的啊，只要你愿意走，可以通向任何地方。关键是凉快。终于喷水了OK 啊，但是永远不是秀的规模了，就是象征性的喷点水吧，对吧？后来我也不等了，没什么可等的。现在去买我想要的杯子。这个算是开始了，我正要走，它又开始了。现在是2点啊。应该是夜晚好看了，夜晚有灯光。音乐呢？没有音乐。两边的也开始了，也谈不上秀了，就是把水打开了。哦，漂亮的镜廊。买了个纪念品啊，2个玻璃杯，挺好的，我一个，我老婆一个。上面有这个法国王室的标志性图案，用来喝点气泡水什么的最合适的。差点把这里错过了。这里是特里亚隆宫，是玛丽王后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宫啊，比较私人。一般人来不了这里，因为当时他也不接待别人，除了他邀请的客人以外。不过最后玛丽也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呀，跟路易16一起。这个人是小特里亚隆宫，那边还有个大的。进来以后，这里的装饰朴素无华呀，但是也很舒适了啊，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小天地。那这里还有台球，那边立了好多台球杆，这是应该他的头像。这边外面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。这种色调就是那种有点浅绿色又有点发灰的色调，是这个店的主要的装饰颜色。挺好的，说明这个女主人的审美还是很不错的。放了很多瓷器，那个时候是很着迷这个瓷器的，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。这里是一个厨房在食物正式的端到楼上去给主人之前，在这个地方要重新的这个摆盘加热什么的。
看这里，这个炉子还都已经恢复了。这个地方发现有一个机械装置啊，应该是一个阀门啊，你看上面挨着一个门，是不是这个门可以降下来啊？应该是可以降下来的，通过这个地方的这个摇臂可以降下来。这里有个甬道啊，不知道通到哪里。甬道。这应该不是主人用的房间吧？应该是让干活的人干活的地方。这里下面还有地下通道，下面还有个地下通道。现在上楼。这边看看这边有什么。这有一个服装展示。不让过去了。看看这个装饰很朴素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种朴素的装饰风格让人觉得更舒服。这个是会客的。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到花园，还可以走到花园下面去。这个女人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啊，大家可以感兴趣，可以看看她的历史。还是这种颜色的风格啊，这种海绿色啊，这叫什么灰绿色、浅绿色这种风格，这就是它的会客厅了，可以直接到花园里。这个厅装饰就稍微好一些了，不是说好一些吧，就是隆重一些了。油画面积也大一些。这个地方是他过去的餐厅，他们的餐厅。然后这边，这是小餐厅，刚才那个是大餐厅啊，这是小餐厅。有人来客人的去大餐厅。地面是木质的啊，踩上去很舒服。这是吧？喝下午茶呀，是吧？弹琴呀，都会生活。那个时候的贵族生活。但它的名字是 Drawing Room， 画室，画画的地方。但从这个桌椅摆设来看，也是可以喝点下午茶的。古董钟，漂亮，很喜欢这种风格啊，这种窗明几净的风格。这是应该他的卧室了吧？也是这种风格哈，你看它的这种浅绿色，包括它的这个床的这个用料
颜色花纹也是这种浅色系。bedroom 啊，它的卧室。哦，这个视野更好，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园庭。Pavilion， 这有一个古董钟。这个房间不让进去，但是可以看一下。应该也是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场所，可以会客，因为有这么多椅子嘛。这个颜色看着是舒服啊。这是一个浴室，居然是个浴室，这怎么洗澡？以前这个地方放一个浴桶吗？这个地方是重新翻新的啊，并不是当年玛丽皇后用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墙上应该是进水管吧，热水管、冷水管吧。这也是个浴缸吗？难道被盖起来了？为什么要盖起来？啊，就这么小啊，是个小宫，小特里亚龙宫。到花园来啦！这个花园更随性一些啊，没有那么正式。你觉得这样更好，对吧？心情会更好。那种正式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压抑，处处都要繁文缛节，要注意，要小心细节。到这里来就 anyway 是吧？所以你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。经过一阵子的小径通幽啊，到了这个亭子这儿，这水看上去不是很清亮，水质一般，是吧？不知道这个亭子是装饰作用。One of the stories being is kind of like the most, like the preferred one for most people, is that Maria Antoinette got it made. 现在的位置呢是大特里亚龙宫，刚才那个是小。这个地方呢是拿破仑的母亲和他的皇后待过的地方。这是一间小房间。然后呢，从这边过来就是一间大的啊，这间大房间呢也叫镜厅啊。你看有很多镜子，对吧？也叫镜厅。那这个法国王是很喜欢用镜子。这个地方曾经作为一个大的书房啊，作为玛丽的一个大的书房。那么后来到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时候，又变成了这个议事的地方。不同的王朝不同的用处，但是都是很喜欢这个地方啊。你看它这个颜色用的是这种风格的，家具。镜厅啊，到处镜。从镜厅过来就是皇后的厅，当然是历经主人更迭了，最后到了玛丽皇后的手上。这边安排了一张床啊，难道是她的卧室吗？以前它是4个小的这个自助餐的餐厅，现在写的是 buffet。buffet rooms 啊。
刚才那个是卧室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分成了它的起居室，第二个起居室啊，那就是说那边还占第一个啊，这第二个。这个地方是礼拜堂的房间啊，只不过已经见不到礼拜堂了。在玛丽的时候，他给他移走了啊，但是现在呢，恢复了以前有礼拜堂的那个样子，差不多这个位置啊。需要礼拜的时候就把这个门给它开开，不需要给它合上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当做了一个平时来讲不礼拜的时候就是餐厅。你看它这还有隔断，人为做的一个隔断嘛，应该是啊，保护作用的。这个房间啊，是过去的一个餐厅了啊。这上面摆的就是他们的一些胜利啊，战争中的一些胜利 ，trophy 啊。这个做餐厅还挺合适的，宽敞的。这个宫的一侧也在维修啊，所以外立面就不拍了啊。那么这个里面来讲，它的规模是比这个小特里亚王宫要大得多啊，但是跟凡尔赛宫又没法比了。但是小有小的精致，小有小的精彩，是吧？啊，那这边是一个通透的一个花园，啊，设计风格也差不多吧。也是喷泉，中央对称。好，去看看这边有什么啊？这个装饰都是大理石的了。啊，进来以后它是有一个比利时的王后的一个房间 ，apartment 就是公寓了，她的一个房间。啊，为什么是比利时？在查历史才知道。这个挺宽敞的，里面不让去了啊，只能到这里。接着逛啊，这是娱乐室啊，台球厅。OK。它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处，所以它的陈设只能是陈设某一个历史时段的一个主要陈设。啊，这个装饰是用黄色啊，主色调。这个房间被用作路易斯·菲利普的叫做怎么说呢？叫做家庭房啊，聚在一起聊聊天啊，是吧？其乐融融啊。啊，那么它之前呢是路易14的卧室改造过来的，以前是2个房间合成了一体。这个房间是过去是路易14的母亲啊，她的房间。那么现在最值得看的就是孔雀石啊，这个绿色的孔雀石。这孔雀石呢是沙皇送给拿破仑的。你看这一套啊，孔雀石非常珍贵啊，包括这边还有一个被套起来了啊，这个桌面和这个单独的这个装饰摆件。这个地方是拿破仑最喜欢的一个书房，他最喜欢的一个书房啊。你看这还有一个楼梯。他最喜欢在这里面办公了啊，然后这边有个白色的小门，可以直通他的这个一个小卧室啊，很方便。这个厅就很像凡尔赛的镜厅了啊，只不过它没有这个那么多镜子了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设计感觉啊，应该也是 reception room 啊，应该是接待厅吧？我看是不是？
果然啊，这里就是当年的接待厅，接待外国使节的一个地方，作用和凡尔赛宫的镜厅是一样的。我规模要小一些啊，没有它那么华丽。天花板上就没有画油画啊，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装饰。就没有这个凡尔赛宫那么惊艳了，对吧？过去是一个游戏室，玩牌的地方，后来要改成了接待室，在拿破仑时期。那个油画有点破损，在修补。这个房间又叫 Gardens Room， 花园房间，因为它窗户正好能够看见外面那个小花园吧。这个人怎么老跟着我？这个大窗户怎么开关呢？你看看细节啊，它这个把手是这样，能看清楚吗？往上一提啊就可以了。这里都有灯的啊，所以它晚上是有夜景的。但是巴黎这个地方现在晚上10点天都不黑，你看个毛夜景，没法看啊。所以除非你不睡觉啊，你等到10点以后你再跑这儿来。但10点以后你妈这边就关了啊，所以说可能冬天合适吧啊。OK 啊，出来就是花园啊。大花园都看了，小花园就走马观花吧。看见了吗？天上有个飞机，但在这边是不敢航拍的啊，因为毕竟在人家的国家里啊，不在大中国那么随意。万一因为这个放飞无人机有点麻烦，罚点钱，然后再给你拘2天，不合算啊。所以说这次出来也没有带无人机。这里的河跟凡尔赛宫的河是一样的，都是人工运河。谈不上运河了，就人工河吧。啊，当时是派了一个，好像是一个雇佣军吧，来挖了这个河。当时挖了这个河，这个土还做起了一个音乐台演出用。它本身是没有这个河的啊，我们管它叫河啊，实际上叫湖也行，是吧？这个整个的植被的设计也是非常让人感到很舒服的，很棒。当地人都在这骑车啊、遛狗什么的。